一颗小笼包从28块变成29块，建起来只差1块钱。但当这件事发生在鼎泰丰这种招牌店身上，它代表的是一整波挡不住的涨价潮。而且这一次，连我们最熟、最便宜的庶民美食也守不住了。街牌曾经是30几块的铜板小吃，现在很多摊一片已经破百。夜市那份蚵仔煎前几年60块，现在卖到90。网络上甚至开始疯传一句话：鸡排可以不吃，但便当能不吃吗？今天我们就从这1块钱这一片破百的鸡排聊起。外食为什么越来越贵？我们的餐桌到底被什么一起夹住了？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吃喝这一行。这波涨价不是哪一家任性。2026年6月，鼎泰丰宣布部分餐点调涨，平均约 5%。招牌小笼包一颗从28到29，虾仁蛋炒饭从300到320，这是它睽违2年再一次涨价。往庶民这端看更有感，有50年的老店，鸡排从95涨到99，逼近100元。士林夜市一片鸡排破百，蚵仔煎涨到90。庶民美食这4个字开始名不副实。这涨幅是一点一点叠出来的。以那家老店的鸡排为例，20年前大约只卖35块，今年初先涨了5块，5月底再加4块，就这样一路逼近100元。每一次都只是几块钱，但拉长来看，就是从35块一路变成将近100块。为什么非涨不可？因为一家店的成本正在被好几只手同时往上拉。原料变贵，店租变贵，最低工资调涨，还有外送平台的抽成。光是外送平台抽成普遍就落在3%到3%8%，等于每卖一份，还没算食材跟人力，就先被拿走大约1/3。更难的是人。调查显示，有70%的餐饮业者喊缺工，但这一行的平均月薪只有34800多，将近90%不到4万。钱给不高，人请不到，店家要么缩短营业时段，要么把成本反映到我们的账单上。但这早就不只是小吃摊的事，真正的压力是好几股力量同时结在同一个便当、同一杯饮料上。2026年基本工资调到月薪29500，时薪196，影响超过200万名劳工。房租、原料、汇率、平台抽成，每一项都在往上走。餐厅的毛利就在这中间被一层一层削薄。我们可以把一个便当拆开来看，卖100块看起来不少，可是食材要钱，瓦斯水电要钱，店租要钱，请人要钱。如果还走外送，平台先抽走30%多，一圈算下来，老板真正能放进口袋的，常常只剩薄薄一层。所以当任何一项成本跳一下，它能调整的空间其实非常小。涨价往往是最后也最不得已的那一步。而我们会觉得特别痛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外食是少数我们几乎天天都要付的高频支出。官方的物价指数是一篮子几百项东西平均出来的，可是我们每天买的那杯咖啡，那个便当一涨价，那种体感通膨往往比账面上的数字更直接、更扎心。于是餐厅卡在两难，涨价怕客人跑掉，不涨毛利撑不住。有些品牌开始把力气放到体验和氛围上，用环境跟服务稀释掉涨价带来的抗拒，让人觉得这一餐贵得有道理。其实餐饮一直是观察整体经济最贴身的一扇窗，它用的料、请的人、付的租，几乎牵动到所有产业，而我们又天天都在消费它。所以当一碗面、一片鸡排开始涨，它往往不是孤立的小事，它把上游一连串的成本变化浓缩成我们手上最有感的那个价格。把视角拉回餐桌，少民美食过去在台湾代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，不管收入高低，一块鸡排、一个便当、一碗炙肉饭，几乎人人都吃得起。它是日常，也是一种隐形的公平，在普通的一天都能用铜板换到一份热腾腾的安慰。所以当鸡排破百，便当逼近3位数，我们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便宜，还有那种随手就能负担的安心感。下班饿了，不用算太久，就能买一份热的fit为自己的食物。社会学里有个词叫相对剥夺感，意思是真正刺痛人的常常是一种落差感。原本跟大家一样负担得起的东西，自己却慢慢变得要精打细算。比起绝对多花了几块钱，
这种被轻轻往外推的感觉，往往更难受。当铜板美食一个个离开铜板价，很多人心里的那点不舒服，其实就是它。这并不代表涨价就是错，成本真的涨了，做吃的人也要活下去。只是当铜板美食慢慢变成100元美食，我们可能都得重新学一件以前不太需要想的事：一餐到底值多少？我们又愿意为了什么多付那几块、几十块？所以最后留2个问题给你。第一，下次你发现尝试的那家店又涨价了，你会默默接受，会换一家，还是干脆自己煮？第二，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铜板美食了，你会怀念的会不会不只是那个价格，还有那种随时都吃得起的安心？这个答案会一点一点判断，在什么都在涨的时代，我们跟吃之间还留得住多少从容。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